俄乌战场首次，乌军发动机器人战争，数十台地面作战机器人在数十架自杀式无人机的掩护下，对俄军阵地发动全面进攻。乌军重兵集结恰索夫亚尔，是为了钳制恰索夫亚尔的俄军主力吗？与此同时，在基辅北部，上万乌军集结，打算再次闪击俄本土。根据媒体报道，2024年12月下旬，乌军在进攻地不齐的俄罗斯守军时，乌克兰国民警卫队第13旅出动了30余台地面作战机器人，然后在空中无人机的掩护下，对俄军阵地发动了全面进攻，最终全歼了俄军连级作战单位。值得注意的是，在整个作战过程中，乌军没有出动任何人员直接参战。精彩资讯即将开始。根据报道，乌军此次出动的地面作战平台是一种机枪火炮机器人，由小型无人扫雷车改造而来，因此称得上皮糙肉厚，一般的地雷奈何不了。俄军使用的轻型武器同样无法与之对抗。乌军在这些扫雷机器人上安装了班用机枪与必要的观瞄设备。当然，最重要的是，此次乌军战斗机器人并非孤军奋战，在机器人军团上方还有数十架无人机负责空中投弹与指挥引导，随时准备攻击任何敢于冒头还击的俄军。另有无人排雷车、无人布雷车以及无人破障车清理阵地外围，然后地面作战机器人则是一边扫雷，一边利用携带的机枪进行射击。由于机器人配备了自动化观瞄系统，能够自行追踪和瞄准目标，使得这些战斗机器人的射击精度远远高于普通士兵，并且战斗机器人还采用了履带式底盘，具备非常优秀的通过性能，可以持续追踪俄军士兵。凭借无人机与战斗机器人的搭配，乌军完全掌握了战场制空权，并对俄军构成了火力压制。在乌军机器人军团的联合围攻下，俄军完全没有还手之力。最终，俄军选择了撤退，但乌军 FPV 无人机和战斗机器人已经切断了俄军退路，并对俄军形成包围态势。最终的结果就是乌军消灭了一整个连的俄军，并将这片阵地完全摧毁。这是人类战争史上首次没有人员参与，全部使用作战机器人进行的战斗行动。在这场战斗中，俄军的绝望可想而知。无论他们怎么疯狂炮击扫射，枪弹都没打在乌克兰人身上，而是面对的一群钢铁怪兽。与此同时，乌军高层也证实了相关消息，并披露了部分作战画面。当前如此多的无人系统同时出现在一片战场上，乌军如何协调指挥，在自身不乱阵脚的同时，还能摧毁俄军连级阵地，目前外界尚不得而知。事实上，乌军无人化装备的发展离不开今年2月份上任的总司令希尔斯基。这位乌克兰名将对无人机作战情有独钟，甚至将无人机作战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希尔斯基认为，之所以想要大力发展无人机装备，并最大限度运用在战场上，主要是为了减少前线乌军的伤亡，同时减少前线作战部队的数量，然后让这些已经作战2年以上的士兵可以得到一个休息的时间。毕竟在纸面数据上，乌克兰与俄罗斯的人口比例是1:3，然而战时发展到现代，乌克兰已经无法有效控制乌东地区，再加上此前失去的克里米亚，以及冲突爆发后数百万流离在外的乌克兰人，使得乌克兰与俄罗斯实际的征兵比例可能是1:5，甚至是1:6。如果乌克兰使用当初瓦格纳使用的人海战术对俄军阵地发起冲锋的话，可能乌克兰已经失去了全部的作战兵力。也正是因为这个主要原因，乌军大量使用海陆空无人作战平台，不仅是为了弥补人员不足，同时也为了弥补前线弹药。在经过2年发展之后，已经改变了现代战争的形态。也正因为大量使用无人装备，使得乌军已经将自杀式无人机的成本降下来，甚至仅有155毫米炮弹价格的1/10。除此之外，乌军在使用无人机对俄本土袭击的命中率也远高于俄军对乌克兰发动的无人袭击。无人艇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战绩，直接迫使俄罗斯黑海舰队退出黑海与克里米亚。不过，无人机因为空重限制，无法与俄军出动苏34发射滑翔炸弹相比，同时也无法与俄军使用的远程导弹相比，但这场无人作战还是对战场造成了巨大影响。如今乌克兰又再次发动了地面无人作战，势必再次引发外界对地面作战的思考。就像1916年坦克首次出现在战场上一样，当时没有人能想到，在20年后，德国钢铁洪流会横扫欧洲，并让当时世界第一的法国陆军在几周内失去抵抗能力。与此同时，有消息表示，乌克兰再次集结重兵，准备对俄发动反攻。在今年2月份，新任总司令希尔斯基下令撤出阿夫杰耶夫卡，历时近5个月的争夺战落下帷幕。从那时候开始，乌克兰几乎没有在任何城市集结过重兵，转而将作战重心放在了顿涅茨克与哈尔科夫战场上。
然而近段时间以来，前线乌军部署发生了显著变化。有消息表示，乌军在巴赫穆特以西15公里处的恰索夫亚尔集结了大量兵力，并开始修建包括地下交通壕在内的坚固工事。从地形上来看，恰索夫亚尔是顿涅茨克西部的一处高地，在西部还有3个呈半月形分布的城镇。为了完成占领顿涅茨克的军事目标，目前俄军仍在进攻这座军事重镇，所以今年4月，俄军便开始向恰索夫亚尔进军。俄罗斯一度宣称将在5月上旬完成占领，然而在评估该战场之后，俄军认为贸然进攻只能造成大规模的不必要伤亡，因此暂缓了对恰索夫亚尔的攻势。直到今年7月份，俄罗斯表示已经占领了恰索夫亚尔的诺维小区，为下一步占领该城创造了机会。与此同时，俄军同步进攻红军村，但让俄罗斯没想到的是，这2个城镇都非常难打，最终都变成了消耗战。乌军还对恰索夫亚尔方向的俄军施压，希望借助这座堡垒牵制住更多的俄军，并吸引更多的俄罗斯援军到来。相比于俄罗斯，乌军最大的劣势是缺乏机动兵力、后勤保障能力差以及火炮弹药不足。但若是能将俄军主力牵制在某座城镇，就能最大限度消除自身劣势，从而降低俄乌双方的差距。如今乌克兰重兵集结，显然就是为了牵制更多的俄军主力。不仅如此，有消息表示，在基辅北部的切尔尼戈夫边境州，大约有15000名乌军集结。从希尔斯基宣布准备反攻以来，在切尔尼戈夫边境州的乌军番号明显增加。根据最新统计显示，至少有5个旅的兵力在此，这可不是一个寻常机场。要知道，乌克兰因为兵力、弹药以及装备等问题，在最近的1个月内基本没有组织大规模反攻。考虑到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在当前敏感时期，乌克兰可能想要赌一把，在一个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对俄罗斯领土再次发动闪击战。合适的时机是特朗普上台之前，合适的地点可能就是切尔尼戈夫边境州，因为这里背靠基辅，毗邻俄罗斯布朗斯克州。若是乌军对布朗斯克发动袭击，其后勤更容易得到保障。另外，从战术上来看，乌克兰北部与俄罗斯接壤的4州，卢甘斯克已经被控制，哈尔科夫与苏梅正在交战，唯独切尔尼戈夫州尚未陷入混战。如果乌克兰能复刻库尔斯克的战术，想必能给俄罗斯来上一记重拳。若是乌军真的攻入布良斯克，白俄也将陷入非常尴尬的境地。如果白俄给俄罗斯通行证，让俄军从白俄向东出发，可以轻松切断乌军后路，那么乌俄冲突将迅速成为一个火药桶，地处东欧的北约国家将如芒在背。毕竟白俄直接下场参战了，若是白俄不允许俄军借道或者不出兵，进攻布良斯克的乌军就只需要面对东北方向的俄军，反而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你们觉得呢？在圣诞节当天，俄罗斯再次发动袭击。根据媒体报道，圣诞节当天，俄军对乌克兰基础能源设施发动了大规模导弹与无人机袭击。报道称，当天泽连斯基在 X 平台发表声明表示，在此次袭击中，俄军共发射了70余枚导弹与上百架无人机，对乌克兰电力设施进行袭击。这是今年乌克兰电网遭受的第13次袭击，并有1枚导弹飞越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的领空，并引发2国关注。其中，摩尔多瓦总统桑杜表示，在圣诞节当天，俄罗斯在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发动袭击的时候，俄军导弹侵犯了摩尔多瓦领空。在此次袭击中，乌军防空部队至少击落了50余枚导弹与大量无人机。乌克兰官方表示，此次袭击将造成哈尔科夫地区50万人的供暖受到影响，首都基辅等多个地区陷入停电状态。其中，哈尔科夫还遭受了最为猛烈的袭击，共遭受7次袭击，至少6人在袭击中受伤，另有多处建筑起火。针对俄军发动的圣诞节袭击，泽连斯基表示，在圣诞节当天，普京蓄意发动袭击，还有比这更惨无人道的行为吗？普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乌克兰陷入黑暗。与此同时，拜登同样对俄罗斯行动进行了谴责，并要求美国国防部推动向乌克兰提供新一轮的军事援助。面对泽连斯基与拜登的指责，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俄罗斯需要在节假日保持战斗情绪。如果乌克兰继续针对俄罗斯民用目标发动袭击的话，俄罗斯将做出更加强硬的回应。俄罗斯国防部表示，在圣诞节当天，俄罗斯防空系统分别在别尔格罗德、沃罗涅日、库尔斯克、布良斯克以及坦波夫等州拦截了59架乌军无人机。面对俄军的袭击，北约方面同样做出了应对。在圣诞节当天，北约国家紧急出动了战斗机，其中波兰武装部队作战司令部表示，作为协同防御战略的一部分，波兰军队已经进入战备状态。空军战机出动，陆军部署在乌克兰边境的陆基防空系统也处于高度戒备装备。报道表示，在乌俄冲突爆发期间，由于俄罗斯在北约成员国边境附近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为北约各国带来了诸多风险，所以北约东翼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乌克兰正在尝试重建自己的导弹工业，
当前正在研制超过10款导弹，其中包括一款名为塔列姆比塔的远程导弹。该导弹的基础型号时速可达每小时400公里，射程200公里，弹头重量20至30公斤。此外，乌克兰还在开发这款导弹的改良版，据说可以直接打到莫斯科，且由于成本价仅15000美元，在其通过测试后就会直接量产。与此同时，乌克兰还在继续研制和完善其他远程导弹，其中有些导弹已经用于实战，如射程达400公里的海王星巡航导弹，以及射程可达500公里的雷霆2战术弹道导弹。此外，射程可达800公里的圆面包无人机导弹，目前也已交付乌军。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日前还宣布，要求国内的军工企业在明年年底前生产出3000套的圆面包无人机导弹。据《泰晤士报》报道，近日英国首相基尔塔斯莫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了电话交谈，讨论了对俄罗斯的新制裁，并暗示了英国向乌克兰派遣军队的可能性。目前，斯塔莫已同意泽连斯基关于需要改进乌克兰军队训练方式的建议，已作为英国为乌军开展培训计划的一部分。截至目前，已有5.1万多名乌克兰士兵在英国接受了训练。因此，如果英国真的向乌克兰派兵，那么大概率可能会部署在乌克兰西部，从而为乌克兰训练更多士兵。与此同时，德国也宣布向乌克兰提供新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包括15辆豹一 A5 主战坦克、2辆猎豹式防空坦克、30辆防地雷反伏击车、1门 PZH-2000 自行榴弹炮、12辆装甲车、7辆狞猫空降突击车，以及大批弹药、榴弹发射器、无人机和枪支。此外，德国还决定向乌军提供更多防空装备，包括近期就将交付的数套红外成像型后继弹系统，以及其配套拦截导弹、2套爱国者导弹发射器和2套 TRML-4D 雷达。摩尔多瓦总统马亚桑杜证实，在12月25日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大规模袭击期间，一枚俄导弹闯入了摩尔多瓦领空，飞向其西部城镇切尔诺夫策。桑杜谴责了该行为，并表示俄罗斯明显违反了国际法，将与乌克兰完全站在一起。那俄导弹的闯入究竟是有意还是无意闯入？半岛电视台报道称，俄罗斯指责摩尔多瓦计划在与乌克兰接壤的德涅斯特河沿岸进行军事行动。俄罗斯情报部门推测该行动可能会升级成战争。只不过俄罗斯的说法遭到了桑杜参谋长阿德里安·巴鲁特尔的驳斥，坚称摩尔多瓦没有军事进入德涅斯特河沿岸的计划。然而25日时，俄外交部又声称摩尔多瓦正在变成乌克兰的北约武器中心，近几个月不断有北约武器流向这里，而这些武器的最终流向被认为是乌克兰。因此，有分析认为俄导弹的闯入是有意的，意在警告。也有分析认为，这可能是俄罗斯在为假旗行动寻找理由。除了上述俄罗斯的无端指控外，上个月摩尔多瓦进行总统选举时，摩尔多瓦国家安全局称俄罗斯对选举进行了干预。摩尔多瓦的亲俄寡头支付了数百万欧元来举行反政府抗议活动，并实施选举舞弊。在能源上，桑杜指责俄罗斯天然气巨头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拒绝考虑使用替代管道运输天然气，摩尔多瓦可能会因能源短缺而进入紧急状态。黎巴嫩媒体和多位 X 平台用户称，朱拉尼领导的叙利亚新政府正计划向国际法院提交一份备忘录，内容要求伊朗向叙利亚人民赔偿3000亿美元。朱拉尼给出的理由是，伊朗长期支持阿萨德政权和境内的真主党，给叙利亚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叙利亚的外长阿萨德谢巴尼还发出警告称，伊朗必须尊重叙利亚的主权和安全，否则将对产生的后果负责。与此同时，叙利亚新政府12月24日还宣布已与各个反抗军达成协议，几乎全部被整编成叙利亚新国防军。而未出席的库尔德人武装法新社援引朱拉尼的话称，库尔德控制着叙东北部大片地区，将在叙利亚新政府领导下进行整合，并称叙利亚不会被分裂。只不过叙利亚如今的困境依旧存在，内部叙利亚没钱没粮，重武器被炸得七零八落，各个反抗军虽初步融合成叙利亚新国防军，但想和平共处还需时间磨合。外部支持反抗军的卡塔尔也到了收获的时间，其可能在谋取那条通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若是成功，就能在俄罗斯如今受限制的情况下，占据更多的欧洲天然气市场份额。土耳其交通和基础设施部长表示，土耳其正在与叙利亚新政府就建立专属经济区进行深入谈判。根据协议，土耳其计划重启叙利亚的机场，恢复铁路连接，并升级该国的道路基础设施，甚至还致力于发展电信服务，以支持重要结构并促进进入国际市场。
但有分析认为，土耳其此举是在谋夺东地中海控制权，因为土耳其也将和埃及达成一项专属经济区协议。土耳其想趁叙利亚没海军来当这片海域的新主人。其他还有和美国代表团和悬赏1000万的朱拉尼的过渡谈判，欧盟驻叙利亚代表团在大马士革升起了旗帜，以及海湾国家代表团抵达大马士革等等。这些国家看似讨论叙利亚重建和安全问题，实则都想要从叙利亚这块大蛋糕上咬下一口。基辅独立报援引乌克兰国防部的报道称，12月25日，乌克兰制造的 Shrak 无人机已获准用于军事用途。它由一个控制站和配备了静音电动机的遥控飞机组成，具备电子对抗能力。乌克兰国防部副部长德米特罗·克里门科夫称，该飞行器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环境下执行对俄军的高空监控行动。该飞行器的名字 Shrak 源自于乌克兰新年仪式歌曲 Shiziska， 这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颂歌之一，由乌克兰作曲家米科拉·莱昂托维奇于1914年创作，1936年被改编成英文歌后，就成为了如今圣诞经典歌曲终生颂歌。根据媒体报道，以色列近日又开始了多线作战，其中在胡塞方面，以色列正在对其执行让领导先走战术，并发动战机空袭胡塞武装数个港口，而胡塞武装也多次使用弹道导弹回击，但据说都被以色列在境外进行拦截。预计接下来以色列将会对胡塞武装采取更猛烈的攻势。加沙方面，以色列军方和国家安全局辛贝特展开联合行动，在加沙地带清除了哈马斯安全部门的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艾哈迈德·阿尔比克。据悉，这是近期以色列消灭的级别最高的哈马斯成员。在接连清除哈尼亚和辛瓦尔等领导后，哈马斯真正的高层已没有几位了。需要注意的是，近期以色列和哈马斯已重启加沙停火谈判，但迟迟没有新进展。以色列此举或许是在向其施压。黎巴嫩方面，据黎巴嫩新电视台报道，12月25日，以色列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击中了巴勒贝克市以西的仓库。据悉，这也是离已达成停火协议后，以色列首次空袭贝卡谷地。目前，该国暂未正面回应此事。叙利亚方面，据德新社报道，以色列已越过其占领的戈兰高地缓冲区，进一步向叙利亚境内推进了7公里，抵达了数个城镇，并计划在叙利亚境内以及叙以两国之间的缓冲区内建立临时军事哨所。对于这些行动，以色列还给出了解释，以军在叙利亚南部的行动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以色列北部民众，至于建立临时军事哨所，则是为了确保整个冬季期间，以军能够在叙利亚南部地区展开防御行动。未来如果以军离开缓冲区，届时这些军事哨所将会被拆除。当然，至于以军到底会不会离开缓冲区，这也还是个未知数。据海军新闻报道，美国海岸防卫队将开始建造首艘新型极地安全破冰船，其整个船体设计基于极地2级破冰船，全长140米，宽28米，满载排水量为2.32万吨。采用柴电推进系统，全舰可搭载186人，并配备一个大型飞行甲板，足以容纳 H-53 或 H-60直升机。该项目由密西西比州帕斯卡古拉的布林格造船厂负责。该造船厂的前身是 VT 沃特海洋公司，于2019年被雇佣设计和建造3艘破冰船，合同总价值约7.459亿美元，但在2022年被布林格公司收购，合同也自然而然被接管。按照原计划，第一艘破冰船本应在今年交付，第二艘和第三艘将分别于2026年和2027年交付。但由于技术问题导致计划出现延误，第一艘重型破冰船可能要到2029年才能交付。而为了尽量缩短交付时间，自去年夏天起便已重启该项目的部分前置作业。目前，美国海岸防卫队的极地破冰舰队包括一艘于1976年服役的重型破冰船吉星号，以及一艘于1999年退役的中型破冰船犀利号。预计在新型极地安全破冰船交付后，将会提升美国在北极地区执行特殊任务的效率。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了。你们觉得乌军重兵集结是为了什么？乌军首次发动的无人地面战又会对未来战场造成什么影响？欢迎在评论区讨论一下。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